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家庭菜园系列影片《可爱菜园诞生记》。这是2019年夏天院子没整理之前的样子，杂草丛生，碎石满地。怎样才能整理出我想要的小菜园和花坛呢？寻思啥？干就完了。好吧。首先把这些长了好多年的杂草给拔干净，它们的根都长在碎石的下面，要用这种带锯齿的除草刀才能连根除掉。经过10几个早晨的奋战，终于看见了院子原来的样子。2020年2月，天气稍微开始暖和，我就开始动手规划出一个菜园的位置和范围大小。接着就开刨了。这还给他讲，你说。都有你大了，能搬动啊！加油！你还玩上了，你家这样的体力活怎么你男人不干呢？我家男人他是从来没干过这种活，他也不知道怎么干，干得没头没绪的。我让他帮我刨一会儿，他刨了一个大坑，然后把土堆在一个侧面，然后我需要做恢复工作，又要做很长时间。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还是我自己来做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家里父母干活的时候，虽然没有每次都参与吧，但是最起码看见过，知道大体的做法和程序，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做。你看这些石头，根本就前进不了，也不光是刨的问题，要是光是刨的话，我早就把这块地刨完了。刨2下要剪半天，这种地你用那个小型的耕耘机还不行，小型的耕耘机的话，里边大小石头太多，容易把那个耕耘机的那个耕耘刀给它崩坏了，只能一点点的刨，把里边的石头给清理完了，然后明年再耕种的话，就可以用耕耘机了。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地头全是捡出来的石块，哎呀，是啊，真的是很辛苦。就这样先刨开，再分拣出石头，再把石头倒到地头，就这样重复作业20多天呢。累的呀，腰酸背疼，手脖子差一点都累出腱鞘炎了。想要一块自己的菜地，真的是不容易呀。哎呀，终于全部刨好了。这个地黄土成分太多，土质太黏。这样的话，保水性虽好，透气性很差，不利于瓜果蔬菜的生长。我要给它改良一下。孩子他爸给我拉来了免费的腐殖土，钱是不花了，可是要花时间把大的杂质分拣出来，因为太多了。把调节土壤成分之前，先挖出条形垄，把残存的碎石子刷出去。再横着挖，给挖成方格形，这样呢，便于下一步土壤调节用途等的混合。为了改良这种黄土居多的粘性土，我买了鹿藻土这种颗粒型的撒质土，它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和排水性，把它均匀地撒到挖好的这个垄沟里。除了免费拉回来的腐殖土以外，我还买了北海道产的发酵马粪腐殖土，它也是有使土壤松软透气的作用，还能增加土壤的肥力。一样的给它均匀地撒到这个垄沟里去。孩子他爸呢还给我拉来了免费的米糠，也把它全体均匀地撒在上面，用刷耙子给刷平整，拌均匀。这个米糠呢能够提高土壤里的微生物的活力和增加它们的数量。微生物的活动所产生的物质对提高土壤的团粒性和这个肥力吧很有帮助。就像这个网上的卡通图介绍的一样，这些微生物在它们的生理活动的同时会产生一些类似于浆糊的东西，这些东西把土壤的粒子包裹起来，称为土壤团粒。这样的团粒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肥力都是最适合瓜果蔬菜生长的好条件。把各种调节土混合好了之后，我要测一下这块地的土壤酸碱值大体是多少，做到心里有数。我根据原先地面长的植物判断，这个土应该是酸性强一些，因为它长了很多三棱草啦、猪笼草和车前草等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当然，有些果菜也适合在酸性土壤生长，比如蓝莓、地瓜和玉米。但是我要栽种的大部分蔬菜都是喜欢中性土壤，所以我要测一下土壤的酸碱度，做适当的调节。将提取的土壤和蒸馏水混合后，过滤出2.5毫升的净化液，滴入检测药水，和检测色卡对比一下。哎呀，真的是偏酸的5.5度呀！我要把它提高1度的碱性。我使用这种颗粒状的苦土石灰，它不容易伤根和流失，还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但是这种石灰有缓效期2周，就是说它会在2周后见效果，而且我这块地的粘土性较强，见效会更晚一些，所以我在栽种前1个月左右来做这个土壤调节。按比例称好石灰，这个比例呢，我会在下期的土壤酸碱度调节中给大家具体分享，记得订阅和观看哦。称好后，把石灰尽量均匀地撒在表面，撒好以后呢，用铁锨把整块地给翻一遍，使石灰粒儿很好的混合到土里，挖10公分左右深，把底面翻扣过来，有大的土颗了给它敲碎，顺便找一下整体的和局部的水平。这个土壤酸碱度测量和调节，我会在以后做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和按小铃铛。用石灰调好酸碱度以后，我来买来这些材料，做一个简单的菜园围子。这个可是真的第一次做，又是上网查，又是看视频跟人家学，然后现学现卖。开始的一边给整歪了，实在看不过了，给拆了，重新垒直了，心里才舒服了。不管怎么样，必须得垒直了，不直了的话，午饭都吃不好，这性格也没谁了。还别说，这垒围子还挺有意思的。哎，越垒越顺手，越垒还越上瘾呢。看这些小碎石子都是翻土时筛出来的，留着垒围子时找水平用的。这会过日子也没谁了吧？一块接一块的连起来，这成就感也在心里一点点的涌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看看我的菜园围子漂亮不？这个垒围子和做宽垄，
扣地膜，我会分别做一个单独的影片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和启发。一定记得订阅和按小铃铛哦。下期的影片，我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怎样测量和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希望能给您带去帮助。谢谢观看，下期再见。